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这次大雄和蓝胖子通过窗户看到了一出别人的爱情故事。这天，大雄又在盯着窗户发呆，他吐槽着窗外的景色总是一成不变，好无聊哦。蓝胖子看他这么懒散，建议他出去走走。大雄一脸幽怨地提醒他：“我的脚刚受伤，连学校都没法去耶。”这又遭到了蓝胖子的吐槽。原来大雄之所以会受伤，主要怪他自己冒冒失失。最后蓝胖子为了表达歉意，掏出了一个好东西——窗户风景变换机，可以把自家窗外的景色切换成其他窗外的，不管在哪里或是哪种窗户的风景，只要调整好方位和距离，再对准窗户就行了。按下按钮后，大雄房间窗外的风景立刻变得不一样了。他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是静香房间的窗户，静香正在后院里烤地瓜，这个地瓜可真大呀！大雄这个直男还特意打了个电话给静香，问他烤红薯好不好吃，把人家问得都害羞了。接着他们又切换到了小夫的房间，小夫正在庭院玩遥控汽车，玩着玩着还跑过来对着窗户臭美：“我怎么这么帅？小夫头就是最好看的。”这把大雄和蓝胖子笑得前俯后仰。然后是胖虎的房间，他正打算偷偷从窗户爬进房间，哪知道爬进了大雄的房间。我刚刚明明是在自己家院子的。蓝胖子立马机智地把窗外的风景切换了回来。胖虎回头一看，还以为自己精神错乱了，便赶紧提着鞋子溜了。大雄也想试着操控一下，他想找一个有好风景的窗户。由于没有特定的目标，所以他开始随机切换窗户，有的窗外是晒满衣服的阳台，有的窗外是灯红酒绿的广告牌，还有的窗外是飞驰而过的列车，这些都不是大雄想看的风景。于是他切换到了一个很美的庭院，有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。这时大雄妈在楼下叫他们吃点心，于是大雄和蓝胖子一边吃烤地瓜，一边欣赏庭院的风景，这日子过得毫不惬意。接着大雄想看看高处的风景，窗外的风景又变了，车水马龙，充满繁华的气息。随后大雄又切换到了山上小屋的窗户，窗外是绵延的高山，绿意盎然。继续往南走，他们来到了船上的窗户，窗外是一望无际，波光粼粼的大海，海豚在不远处嬉戏。忽然有一只海豚游了过来，它在窗前跃入水中，激起的浪花打在了窗户上，把大雄他们吓了一跳。接下来大雄切换到了北方，可没想到这次他们没有看到风景，反而来到了前排吃瓜现场。这个胖哥在窗前徘徊，他来找这个房间的主人小慧。正当他鼓起勇气想要上前的时候，被一旁的小红帽叫住了。小红帽是小慧的哥哥，他认出了眼前这个人是出了名的不会打棒球。作为棒球健将的他不是很喜欢胖哥，他也看出了胖哥的来意，警告他：小慧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连棒球都打不好，凭啥追我的妹妹？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去吧。胖哥听后垂头丧气地离开了。大雄又切换了窗外的景色，这次看到了北方的风雪，但大雄却很在意刚刚的胖哥，很想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。于是他们又切换回了小慧的房间，发现胖哥犹犹豫豫的又走了回来。原来他是想来跟小慧告别的，他马上就要去东京打工了，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回来，但为了有更好的发展，他也是非去不可。他鼓起勇气说出了对小慧的心意，他真的非常喜欢小慧，他承诺无论自己去了多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小慧的，如果小慧也能偶尔想起他的话，那就心满意足了。说完他就失落的转身走了。大雄和蓝胖子听完以后非常感动，但胖哥哪能想到自己这样深情的告白说给了小学生听。大雄久久不能平静，他放心不下胖哥，他很想把胖哥的这些告白传达给小慧。蓝胖子当然很赞成，他知道那里的距离和方位，这样一来通过任意门就可以过去了。他们刚到达目的地，就碰到了小慧从外面回来，大雄他们赶紧躲在树后面，原来他是被他哥叫去拿快递了。当他问起有没有人来找他时，他哥不假思索地说没有。他带着疑惑回了房间，韩寒大雄想直接冲出去告诉小慧，却被蓝胖子一把拉了回来，因为他有比转述更好的方法。原来机智的蓝胖子用窗户录影机把刚才的画面录下来了，这样小慧就能看见实况转播了。听着胖哥的深情告白，小慧很快就泪流满面。
当他得知胖哥马上就要搭电车离开后，立马打开了窗户，可迎面而来的只有阵阵微风，窗外早就没有了人影。小慧立刻跑了出去，她找到在田里的哥哥，哭着捶他为什么要跟胖哥胡说。小红帽很纳闷，为什么小慧会喜欢那种呆呆笨笨的人？胖哥可是在球场上捡了3年石子，根本不会打棒球。在小红帽眼里，胖虎就是一个吊尾车而已，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妹妹。可小慧却认为胖哥即使捡石子也是很认真的，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人维护好球场，棒球手又怎么能安心打好球呢？捡石子也是一种辛苦的付出。小慧经常看见胖哥一个人在默默地捡石子，先铲出石头，再运来泥土把坑填上，最后还要平整土地。能够做好这件事也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。大雄他们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，虽然帮胖哥传达到了心意，但他们还是很在意胖哥的情况。他们猜想胖哥一定是孤单地坐在电车上，于是蓝胖子给风景变换机装上了自动追踪转接器，这样就能自动切换到能观察到胖哥的窗户了。只见胖哥落寞地站在路边，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人。他还顺手帮一个老奶奶投递了信件，然后他来到了车站月台，好寂寞的样子，都没有人来送他。幸好胖哥的妈妈和弟弟及时赶来了，妈妈塞给了他一袋热乎乎的烤地瓜。原来这是一个父亲缺席的家庭，胖哥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所以他不得不较早地扛起养家的责任。妈妈非常不舍得要出远门的胖哥，也很心疼小小年纪就要扛起家庭重任的他。列车来了，一家人依依不舍地告别着，弟弟哭着举起自己的烤红薯要给胖哥吃，妈妈塞给了他一些钞票，叮嘱他要是实在太辛苦回家来也没关系。列车铃响了，胖哥必须得出发了，他把钱塞回了妈妈手里，趁着转身快速抹掉眼角的泪珠。上了车后，他笑着告诉妈妈他会用自己赚的钱买车票回家。胖哥真是个坚强的好男孩。列车开动了，大雄觉得很惋惜，到了最后也没能看见小慧来送胖哥，难道他们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于是蓝胖子又切换到了胖哥正在看着的窗外，列车慢慢提速，离他的家乡越来越远了。当列车又穿过一个山洞时，窗外的田野有一辆小车追了上来，车里竟然是小慧。他大声告诉胖哥要给他写信，他一定会回信的，因为他对胖哥也是一样的心意。小红帽也消除了对他的偏见，大声给他加油鼓劲。大雄他们被这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们算是通过窗户看了一场生动的爱情故事，还帮了很大的忙，成就了一段佳话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最让你难忘的爱情电影或小说是什么呢？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下期见。